这个男孩正抱着父亲的骨灰，他口渴的不行，准备要喝口凉水，结果一不小心骨灰坛掉进了河里。男孩没办法打捞，干脆就将父亲葬在这里。没想到此地竟是百年难遇的风水宝穴。时间很快就过去了20年，此时已是元朝末年。道士张麻子根据罗盘找到了这里，当他看见宝穴后，瞬间惊呆了。没想到这原来竟是一处龙穴，谁要是将祖先葬在这里，那么他的后代就必定能当皇帝。一旁的陈友谅听后喜笑颜开，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龙穴已经被人捷足先登了。仔细看墓碑上的字，死的竟然是那个赖立头的父亲，也是当年的那个小男孩。当年无父无母的他走投无路，最终来到了陈友谅的家中做了个佣人。陈友谅得知一个下人竟然得到了龙穴，气得他就要把尸体给挖出来，可却被张麻子给拦了下来，表示这样做肯定会折损阳寿的。张麻子为他寻了旁边的一处虎穴，表示葬在虎穴将来也能做个大将军啊。但陈友谅还是咽不下这口气，凭什么一个赖立头能做皇帝，他非要给这小子点颜色看看，于是就带人前去抓他。陈友谅上去就是对着赖立头一顿暴揍，最后将他狠狠地踩在了脚下。危急关头，赖立头急中生智，赶紧学起了牛叫，叫声很快吸引了一众牛群，纷纷朝这边跑来，吓得陈友谅后退了几步。赖立头趁着这个机会一头扎进牛堆里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一路逃到了深山，此时的赖立头还不知道他即将要开始自己的逆袭之路。跑了这么久，累得够呛，赖立头想先填饱自己的肚子，于是就想抓条鱼烤了吃。他喊话让鱼儿都过来，神奇的是水里的鱼儿仿佛是能听懂他说话一般，都纷纷朝他游来，可却怎么抓都抓不起来，气得他索性将头伸进水里，想用头发当诱饵。等到鱼儿上钩的时候，再猛地一甩头，成功将鱼给钓了上来。而这一幕刚好被老方丈看到，他见赖立头钓鱼的手法非同一般，断定他日后必成大器。赖立头还想请方丈吃鱼，可方丈表示出家人不可杀生，见死不救如同害命，于是又将那些鱼全都扔回了河里。赖立头被他雄厚的内功惊到，于是就想拜方丈为师，可方丈却表示他尘缘未了，但却可以收他做俗家弟子。就这样，赖立头跟着方丈回了寺庙。这日，赖立头正在扫地，和尚了无了空跑来使坏，将落叶撒了一地，然后扭头去给师傅打小报告，说赖立头在偷懒。没想到等方丈走过来一看，地上被扫得干干净净，连一根头发丝都没有。方丈很生气，于是就惩罚他们两个，今后代替赖立头打扫大殿。方丈让赖立头也不要整天贪玩，赶紧去帮忙清扫一下佛像。赖立头见佛像上灰尘太多，于是就忍不住的吐槽了几句：城隍菩萨，你也真是的，你怎么这么脏呢？罚你啊，充军3000里。没想到他此话一出，第二天城隍菩萨就消失不见了，全寺上下乱作一团，纷纷寻找菩萨神像。只有方丈知道这是城隍菩萨的结束，因此他并没有责备赖立头，只是让他安心去学武功。赖立头非常开心地答应了，他的武学天赋极高，武功也进步得飞快。了无了空非常嫉妒，就想要欺负他，却反遭一顿揍。这天赖立头正在念经，寺内却来了一群押送犯人的援兵，他们想要在寺内休息片刻，上来就让赖立头给他们准备吃的。方丈闻声出来查看，瞅见对方是援兵后，就直接让赖立头请他们出去。援兵以为自己受到了侮辱，于是抄起家伙就朝赖立头上砍去，而赖立头只是手拿木鱼应战，没想到竟与援兵打得不分上下。此时一个援兵扔出飞镖偷袭方丈，刺中了他的眉心。赖立头见师傅受伤，瞬间武力值爆棚，将援兵杀得片甲不留。随后方丈让他快去解救囚车上的人，赖立头用铁头直接撞开了囚车。原来此人乃是反袁领袖郭子兴。郭子兴非常感激赖立头的救命之恩，并表示有机会他日一定会报恩。随后他便离去了。而方丈眼看马上就要不行了，临终前他要赖立头下山，让他自己去闯一片天地。说完便一命呜呼了。赖立头虽然非常伤心，但他很快就收拾好心情，独自下山。他刚来到镇上，就遇到了发小阿贵，还结识了2位女扮男装的侠女，分别是小燕子和小蜜蜂。几人的目标都是寻找郭子兴，索性就一同上路。这天4人正在树林中休息，可赖立头却发现有个人正躲在草丛里偷看，他直接上前将其抓
抓住，问他为何要鬼鬼祟祟。对方表示他家堂主是反元起义的领袖，所以很想要结交他们，想请赖力头到府上商议大事。几人一听，以为对方肯定就是郭子兴，随后立即跟他前去。可等他们到了以后，才发现那个什么所谓的堂主竟然是赖力头的死对头陈友谅。原来这都是陈友谅的奸计。男孩意外将亲爹的骨灰扔进了臭水沟，没想到此地竟是百年难遇的龙穴，谁把祖先葬在这里，谁的子孙后代就能当皇帝。陈友谅知道赖力头将父亲葬在了龙穴，不甘心让他这样的人当皇帝，于是就到处搜寻赖力头的下落。这次把他骗到府上，就是想要把他除掉，再自己反元当皇帝，随即灭人将他们团团围住。可陈友谅不知道的是，此时的赖力头已经今非昔比，武艺变得非常高超，这群虾兵蟹将根本收拾不了他，轻轻松松就把这群小喽啰打得落花流水。随后几人瞅准机会逃走，可唯独小蜜蜂落了单。陈友谅发现了她竟是个女扮男装的美人坯子，就打算把她留下做自己的九姨太。为了营救小蜜蜂，几人决定在陈友谅的大婚之日混进去。小燕子和阿贵扮作爷孙俩进入陈府后，发现张麻子正在迎宾，必须得想办法支开他。他见小燕子长得十分俊俏，上去就想要调戏，小燕子连忙推开他。此时阿贵表示救人要紧，让他摸两下又没关系，反正你也是男的，又不吃亏。原来阿贵以为小燕子是个爷们儿，眼下情况紧急，小燕子只好牺牲自己，让张麻子亲了一口，随后以要给新娘送花为由，成功混进了屋内。他们找到了小蜜蜂，三人乔装打扮，准备混出陈府。好在最后几人都没被发现。等他反应过来不对劲时，发现婚房内只剩下个被绑在凳子上的丫鬟，而新娘却已经消失不见了。张麻子立刻喊人出去追，逃出升天的三人回到客栈和赖力头碰面。小蜜蜂女扮男装的事也瞒不住了，于是只好说出了自己的身份。原来她竟然是郭子兴的义女。上次赖力头在寺内救下了郭子兴，于是回去后就安排小蜜蜂到处寻找赖力头，想请他加入反元大军的队伍里。那赖力头肯定是求之不得呀。而他看着女装的小蜜蜂，觉得他越看越眼熟，原来两人从小就是青梅竹马。随后四人立即动身去找郭子兴。当他们走到半路时，发现陈友谅早已埋伏在此，而赖力头却丝毫不慌。他嘲讽陈友谅带这么多人，是害怕一个人打不过自己吧？陈友谅中了激将法，直接一跃而下，两人瞬间过起了招。可陈友谅很快就落了下风。此时张麻子扔下去一把红缨枪，得到武器的加持后，陈友谅顿时武力值爆棚，刷刷刷几下就刺伤了赖力头。赖力头也摘下了脖子上的佛珠，瞬间变成了个趁手的武器，佛珠变得像钢圈一样坚硬。赖力头用佛珠克制了红缨枪，直到陈友谅露出破绽，赖力头一个飞身将佛珠死死套在了他的脖子上，紧接着再这么用力一拽，直接送他领了盒饭。此时张麻子才反应过来，立马让士兵一起围攻赖力头。见对方人多势众，几人连忙逃命，可士兵依旧穷追不舍。此时赖力头灵机一动，再次发出牛叫，吸引牛群纷纷而来，吓得士兵们四散而逃。等几人跑到安全地带后，却发现小燕子不见了。原来正当赖力头与陈友谅交手时，小燕子就独自一人前去找郭子兴了。等赖力头赶到后，就发现小燕子和郭子兴打了起来，他急忙上去拉架，可自己却险些挨揍。为了不得罪郭元帅，赖力头表示要亲自收拾小燕子。结果在打斗间发现了小燕子是女人的身份，吓得他赶紧把她扔到了地上。趁着这个机会，小燕子直接偷袭捅向了郭子兴，而他自己也被对方击碎了五脏六腑。小燕子在临死前终于说出了实情，原来他其实是援兵的卧底，他的任务就是刺杀郭子兴。说完以后就咽了气，而郭子兴也快要不行了。他用尽最后一口气交代赖力头一定要推翻暴政，安定民心。而赖力头也不负众望，在郭子兴死后，他便统帅大军南征北战，成为历史上大明朝的开国皇帝，号称明太祖。